天王老子都想不到，穿越后我竟然在古代跟骂走狗和卖国贼，厚颜无耻的走狗！我要用此刻大炮告诉他们，什么叫犯我国家者，虽远必诛。这一切得从我造核弹说起。我叫赵静，是一名气专家，我正在研究新型战术核弹。糟了，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搞核弹吗？怎么成搞女人了？赵静，你个畜生，你居然敢对我下药！你枉为大前太子！什么太子？我穿越了！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！我要杀了你！不会，我们都被算计了。今天本将军就要为民除害！别闹了！三皇子到！赵静，你身为当今太子，整日荒淫无度，竟然敢玷污林老将军的女儿！我看你这太子是当到头了。太子，林青儿将军乃我开国大将林老将军之女，为我大前立下赫赫战功。你这么做，就发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吗？等等，想起来了，你们从小就欺负我这个太子，连我的狗也不放过。你们打狗也要看主人吧？想要得到太子之位，就下药陷害我。你们不就是要费尽心思搞垮我吗？行，都给我等着！屎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要乱讲啊！淫乱之徒还敢狡辩，简直就是混账，该罚！小翠儿，抽他！哼！太子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本宫是太子，是大前的储君，一个小丫鬟都敢伤我，你脑袋不要了吗？一个小丫鬟都敢伤我，你脑袋不要了吗？太子平时胆小懦弱，怎么今天变了个人？赵静，你把林将军压在身下，意欲何为？青儿，是不是他逼你的？你告诉我，不要怕，我们给你做主，哪怕他贵为当今太子。这帮人贼喊捉贼，虽然都长得丑，但戏演得不错。小三儿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强迫林将军呢？别睁眼说瞎话好不好？林将军武艺高强，岂是我能强迫的？而且林将军现在是不是也感觉心慌气短、头晕目眩？咱们这是被人下药了。我们身上确实有迷药的味道，难不成真如赵静所说？你住口！光天化日强暴林老将军之女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？像你这种德不配位的人，不配做太子。三殿下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把他带到陛下面前，让陛下废了他太子之位。赵静，你敢不敢跟我们走一趟？走就走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走着瞧。禀陛下，北莽勒索我们的长枪数量太多了，军监处实在造不出啊。加紧打造，否则北莽定闹出事端，逼我们割地赔款。不好了，父王，你一定要为青儿做主啊！又怎么了？太子他兽性大发，企图强暴青儿，还请父皇严惩，以正视听。混账！身为太子，整日沉迷于女色，朕就是这么教你的。信不信？朕马上就听听你有什么好说的。父皇，儿臣昨日只是与林将军探讨军务，只因交谈甚欢，忘记了时辰，这才引起误会。你骗谁呢？父皇，哪有人大半夜在房间讨论军务的？我看他就是贪图青儿美色，企图对青儿不轨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强迫他了？小三儿，你要是嫉妒我的话，就直说，又何必栽赃陷害呢？太子殿下，你与林将军本就有婚约在身，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这天底下谁人不知太子骄奢淫逸，做出来这种事情，完全不足为奇吗？你干嘛？证据啊，拿出来啊！你有照片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有画像吗？我与三殿下亲眼所见，这就是证据啊！哦，用嘴说看见就是看见了，
那我还亲眼看见丞相偷吃了狗屎，还亲了老太太的嘴儿。父皇，太子他不学无术，无才无德，这样的人他根本不配做太子。陛下，我真没亲过老太太的嘴，他这种胡言乱语之人不配做太子。你们这么着急想要废除我的太子之位，其实就是小三皇子想上位啊！我看你们就是对我的太子之位蓄谋已久了吧？胡说！我们都是为了大钱的江山社稷。太子要是有自知的话，就应该主动退位让贤，免得让陛下为难。还请父皇罢黜太子。哎呀，你还真是装都不装了。若是让你继位，我大钱岂不是多了一个鱼肉百姓、横行霸道的暴君？陛下，天雷震怒，此乃上天示警啊！还请陛下废除太子，以正天正。父皇，唯有罢黜太子，才能安抚三军，安抚林老将军啊！陛下，臣也有一事相求，恳请陛下废除我和太子之间的婚约。你凑什么热闹？还嫌不够乱啊？我同意。父皇，沁儿是林老将军的独女，更是我朝大将。若是将沁儿嫁给这样的太子，那岂不是残害忠良？这让天下人如何看我大钱啊？陛下，三皇子言之有理，老臣也建议解除婚约。闭嘴，老匹夫！本太子与林将军男才女貌，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沁儿是我大钱第一女将军，自幼随父从军，能征善战。你这样的人，你怎么配得上人家？怎么不配了？她是第一女将军，我还是当朝太子呢。太子，我林沁儿的夫君不说是什么盖世英雄，但起码也得是清清白白的君子。今日之事没有查清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你？够了，都别吵了！北莽要挟我们造武器，这件国事令朕头痛心烦，哪顾得上你们这些小事？3日后便是与北莽军械交割之日。赵京，朕命你到军监处负责监督打造长枪，如若有误，数罪并罚。军械，那不正好是我的领域？老父亲对我真好。陛下，太子犯下了如此重罪，父皇放心，儿臣愿立军令状。若军械不能按时交付，请废除我的太子之位。废除太子之位，再将我的脑袋砍下来给他们当球踢。太子夸下海口，动辄言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若造不出来，会给我国带来多大的伤害？不就造个军械吗？能出什么事儿？这是军令状，违者必斩。太子话说的虽然狂妄，但是很有魄力。哎，真不愧当了这么多年的储君啊！既然太子立下了军令状，那我等就拭目以待吧。父皇，如果儿臣能够按时交付，请将诬陷我的人交予我亲自惩罚。我要用先帝的尚方宝鞭狠狠地抽他的屁股。好。哎，林姑娘，你说你退婚又是何必呢？本宫是太子，嫁给了我，你又不吃亏。太子还是关心一下3日之后的军械交付吧。要是失败了，别说是军令状，就算是满朝文武也饶不了你。监督军械小意思，你就放1万个心吧，本宫绝对不会输。北莽所需的3000长枪，据我所知，以军监处的能力，3日之内根本完成不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主动向陛下提退婚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这个忙。想都别想，想退婚你自己跟父皇说去。你是逃不出本宫的手掌心的，区区长枪我自己就可以造。不识好歹！既然如此，我看你3日之后怎么向陛下交代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你还是乖乖回去准备当你的太子妃吧。什么鬼？小娘子性子还挺烈，我喜欢。父皇未免也太偏心了，把太子贬到军监处，实则不疼不痒的。如此也好，既然太子已经立下了军令状，那我们只要让工部将筹备好的木材毁掉，就可让他交不出军械，
我大钱不光要赔款，北莽也会问责，甚至再次出兵。到时就算是陛下，也堵不住这天下悠悠众口。太子必死。等太子死了之后，我坐上太子之位，咱俩拿赵静的脑袋当球踢。当球踢。太子的头像皮球，踢着踢着上青楼。我头发乱了吗？殿下，该起来吃饭了。太子的生活也太美好了，贴身丫鬟都这么好看。哎呀，这皇帝对我还真是好啊！军监处督造的工作看似严厉，实则轻松的不行，够意思。报，太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制造长枪的材料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库房里的木材全都不见了，现在军监处连一根长枪都造不了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工部的人说北莽给我们的图纸也被偷了。小三儿啊，小三儿，你这是铁了心要搞死我呀！殿下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秦氏虽然是武器专家，但造的都是热武器，这冷兵器懂得还真不多呀。见过林将军。赵静，木材是打造长枪最重要的材料，这你都能搞丢？出了点小状况，不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还装？你先跟我道歉，然后跟陛下提退婚，我就可以帮你忙。不可能啊，青儿，这分明是有人陷害我，岂能低头啊？那个，能不能只道歉不退婚啊？其实我除了长枪，还可以造很多生猛的武器，可不可以跟北莽说换点别的东西啊？你当这是儿戏吗？长枪不仅穿透性强，而且杀伤距离也远，号称百兵之王，这你拿什么替代？青儿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能造出来杀伤距离更远、穿透性更强的武器，就可以了？你发烧了？我乃军中大将，如果有这种武器，我怎会不知道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听我的计划。不必说了，婚绝不可能退，而且我已经有办法了。哟，赵静啊，赵静，我听说你的木材全丢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这不是听说军械制造出了点纰漏，这木材和图纸全都不见了。做弟弟的特来关心一下。谁跟你说没有木材我就造不出长枪了？哎呦，到现在了你还在这吹牛？你要是能造出一杆让北莽满意的长枪，我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你跪下来道歉，再给你磕30个响头。50个、 99个都可以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开玩笑？图纸、木材都没有，你拿什么造长枪？放心，我不但能造出来长枪，还能造得又粗又长，总之就是气大活好。你无耻！我看你怎么向陛下交代。赵静啊，只要我还在，你就休想造出一杆长枪。我等着你被废除的那天。你就等着死吧。翠儿，回府。殿下，你吹的也未免太过了吧？卑职在这军监处干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没有木材也能造出长枪来。那是因为你没遇见我。这是……你安排军监处所有的工匠，将此物打造出来。谁说只有木枪是枪？你们就等着被老子科技吓破胆吧！陛下，今日便是我大钱与北莽的交易日，那北莽使臣已经抵达京城。太子何在？启禀陛下，今日到现在还未见太子上朝。什么？军械交割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太子作为主办官，竟然没有来？这种时候，太子去哪儿了呀？这要是耽误了交割事宜，恐怕会引起两国交战的。不会是逃跑了吧？据工部3日前来报，太子把所有木材都弄丢了，恐怕到现在连一杆长枪都没造出来。什么？木材都丢了？太子，你去哪儿了呀？
赶紧站出来解释一二！这不是陷我大钱于水火之中吗？这赵靖居然临阵脱逃，根本不配做我林青儿的夫君。诸位有所不知，前日太子在父皇面前立了军令状，若是交不出军械，便会自愿废除太子之位，并记甲减罪。太子他临阵脱逃，德不配位，还请陛下废其位，斩其头，以儆效尤。糟了！请父皇严惩太子。来人，传太子。父皇，太子辜负圣恩，怕是不敢来，还请父皇立即派出羽离卫，全城搜拿太子。谁说我临阵脱逃不敢来了？抱歉让你们久等了，各位观众。落官！搞什么呀你？赵靖，你居然还敢来上朝！你这副装束还带口棺材来，难不成你知道今日是你的死期？本宫这副棺材就是给你带的。太子，我问你，制造长枪的木材真的全部都丢失了吗？丢了呀。好啊，赵靖，你身受重任却坚守失责，陷我大钱于不利，你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还请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大忌，废除其太子之位。请父皇为天下计。赵靖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丞相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哼，我只说过木材丢了，可从未说过我造不出长枪了。世人都知道，木材是制造长枪必不可少的材料。太子，你这是在欺君啊你！太子，你糊涂啊！父皇，太子监察失职，欺君罔上，理应当斩。怎么，三弟，你是怕我拿出长枪以后要给我认错磕头？哼！如果你能拿出长枪，我给你磕30个又怎样？不是99个吗？怂了。少废话！拿不出长枪，你就是欺君，杀你99次都不嫌多。静儿，你真的造出了长枪？若是有所欺瞒，朕定不轻饶。父皇放心，全体都有，向我看齐！本专家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开棺！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！你居然真的造出来了！区区长枪又有何难？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赵靖，你是白痴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北莽要的是长枪，你弄这个破铜烂铁做什么？这长枪如此之短，既无锋也无刃，要如何伤人啊？赵靖啊，你说你造不出长枪也就算了，拿这一堆破铜烂铁糊弄谁呢？你这可是欺君啊！你们懂什么？这就是枪。此物名为98K 狙击步枪，可100步之外取人首级，一击可破敌人3层铁甲。可破敌3层铁甲？来，先刺破我喉咙来！傻逼！哎，你要朕如何与北莽交代？还不快速速退下！北莽使臣到！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再看我杀了你！
完了，这下赵静彻底没机会了。静儿，咱俩是情侣装啊！还皮！哎呀！大前皇帝，今日便是军械交割之日，不知我北莽所要的军械何在？使者舟车劳顿，不如暂且留在我大前休整几日。临走时，军械自然会交付给贵国。滚蛋！等不了，本使有使命在身，现在就要交割。大前皇帝，你不要逼我发飙！你们什么意思？想赖账？难道你们就不怕两国开战吗？啊！哪儿能啊，使者！我们太子殿下呢，早就准备好了长枪，这就是我们太子为你们北莽打造的长枪。哎呦呦，还真不错呀！啊，这要是给我们北莽第一个，就灭了你们大前！使者，我们太子殿下可说了，此枪可在100步之外取敌首级，而且可破3层铁甲，给你们北莽是你们赚大了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还是把我们北莽30万大军当成摆设呀？啊！贵国所需的军械，我大前已经在加急打造，不如贵使再多等些时日。不行，你大前如果今天交不出长枪，就必须赔付我北莽白银3000万两，不然我就回去复命，说你们大前擅自违约，有意和北莽开战。什么？3000万两？那可是我大前3年的税收啊！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是啊，如若没钱，那就把北境7城割让给我们北莽，绝无可能。是啊，绝无可能。尔等可要考虑清楚，我北莽30万大军一旦南下，定叫你大前灰飞烟灭。太子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赵静，我大前的每一寸疆土，都是前线将士用性命换回来，如今却败在你的手上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做太子？赵静，你还不赶紧跪下，祈求北莽使者原谅！我跪你妈！要跪你们跪，我赵静绝不跪。赵静，好男儿能屈能伸。赵静，你欺君罔上，还无辜殴打我皇子，简直罪该万死！这枪，你确定不要？这枪，你确定不要吗？我北莽需要的是战场杀敌的武器，不是破铜烂铁，更不是烧火棍。哼，那是你眼瞎，不知道什么才是绝世兵器。够了，太子！惹怒了使者，一旦开战，大前将生灵涂炭，到那时，你可就是大前的罪人。好，此兵器若如你所说是战场杀器，我北莽愿意出双倍的价钱。但是，如若不是，你大前不仅割地，还要赔款，而且我还要你这个太子自杀谢罪。到时我北莽30万大军南下，让你鸡犬不留。赵静不能答应了。好，你疯了，赵静！放心，我不会输的。放心个屁呀！你死了无所谓，再割地加赔款，你想让我们大前亡国不成？陛下，太子狂妄自大，使我大前江山社稷于不顾，还请陛下下旨处死太子，平息北莽的怒火。请父皇下旨处死太子。好了，小儿戏言，使者不必当言。你闭嘴！本使没时间在这里唧唧歪歪。你们两个去试一试太子所说的神兵利器，如若不成，就将他当场给我打死。是。静儿，小心。父皇放心，区区鼠辈，儿臣弹指即灭。赵静，你够了啊！你满口胡言，你竟敢对北莽使者不敬！你这种人不配做太子。于是只会俯首低头，跪地求饶。老子没你那么软的骨头。若大前人人像你这样，不如趁早亡国灭种。放肆！
像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都敢说，就应该把你逐出踪迹，流放千里。该死的是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！你们不死，我大钱永无宁日！你还想当堂杀人不成？你还想残害宗亲不成？乱臣贼子，我有何不敢？你倒是打呀！啊！乱臣贼子，我有何不敢？哼！死了！死了？怎么就死了呢？周静，你敢当众杀人？再敢多说一句，下一颗子弹飞进你的脑袋！这不可能！这可是我北莽的百战精兵，怎么会被你打死？好厉害的枪，是他制造出来的？难道我真看错他了？姐儿，我这枪还算不错吧？大前太子，你究竟用了什么妖法？我北莽的精兵忽然就死了。太子的枪真的能够杀人，而且动作快的，连我都看不清楚。是啊，据说北莽的百战精兵个个都是高手，身上穿的明光铠甲更是金刚所铸，寻常刀剑根本破不了甲。没想到，竟被太子一枪毙命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就不信妖法还能使用第二次。给我上！真的有太厉害了！这棺材够厚，还能再躺个。要不要再挣扎一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击击穿3层铁甲，竟然是真的！静儿，这枪真的是你造的？我儿真乃天下奇才呀！本宫打造的这枪如何？太子殿下真乃神人也呀！是啊，是啊！大前太子，你还真是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你放心，你将此枪交给北莽，我即刻回城向大王禀报，让你大前3年之内不用纳贡。不可！不可！不可呀！万万不可！可是我刚刚才杀了你的人呐！哎，太子天纵之才，他能死在神兵利器之下，是他们的荣幸。还真是能屈能伸呐。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这个死俊才真是看走眼，太子真厉害啊，厉害！陛下，此枪的威力空前绝后，当为国之重器，万不能落入北莽手中。契约为证，白纸黑字。你们大前想要反悔吗？就不怕我北莽30万大军吗？哼，大不了我大钱赔钱就是，让我交枪，绝无可能。是啊，是啊。此枪绝不可掌握在太子手里。陛下，如若将此枪献于北莽，可保我大前3年国泰民安。依臣看，实乃上策。陛下不可！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？太子殿下，你只要将此枪交于我北莽，我北莽可拥护你为大前皇帝。哦，是要交枪就拥戴我？对。怎么样？不可！陛下，不可呀！陛下，我呸！你当我傻呀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大前脱离北莽附属，从此不称臣、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纳贡。谁要是不服，就问问老子手中的枪，答不答应？就问问老子手中的枪，答不答应？没想到静儿居然有此等魄力，难道以前是在藏拙？说得好，大前羸弱已久，是时候该站起来了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我北莽的30万大军踏平北京吗？这是我大前，北莽的爪子但凡敢伸过来，本宫就把他给剁了。你犯我大前者，虽远必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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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是我大前男儿应有的血性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你
别后悔。本宫绝不后悔。3日之后，我北莽公主亲临大前挑战你们，跟随的还有北莽第一高手金兀术。到时先灭你军威，再断你国运，然后让30万大军生擒你这狗太子。到时我要看看你还有没有今天这么硬气。哼，走。哎，这棺材要不要一起带走啊？祝你升官发财，前程似锦啊！静儿，莫要再闹了。众爱卿，对今日太子造枪之事有何看法？无论如何，这枪必须为我大钱所用。若是让赵静留住这批武器，大钱的所有军队怕是都要听命于他了。非也，我大钱乃礼仪之邦，最重诚信，岂能出尔反尔？父皇，北莽30万大军虎视眈眈，一旦开战，我们江山难保啊！我们万不可为此长枪而让两国开战。荒谬！我们有这等武器，未必打不过北莽，反倒是三皇子将我们这枪狗手让人，与叛国何异？林将军此言差矣。这狙击枪虽然威力巨大，但在短时间内，我大钱无法量产。可一旦北莽大军挥师南下，那我大钱岂不是顷刻间覆灭？要我说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还是太子，造出来此等兵器却不事先禀报，你难不成想要拿着狙击枪造反不成？太子太年轻了，你沉不住气呀！一群小人，真当老子是好欺负了？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嘴脸，外邦蛮子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委曲求全，不惜卖国，毫无血性。你们是男人吗？你们配当我大钱的好男儿吗？你们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，被万民唾弃。说得好，太子言之有理，我大钱以武立国，何惧一战？各位将军们，还记不记得你们心中保家卫国的热血？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大钱儿郎不可辱。北莽来犯，大不了一战便是。太子殿下，我们支持你，支持你，支持你，支持你。这才对嘛！朋友来了有美酒，豺狼来了有长枪，有哥在，带你们躺赢。大钱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站起来了。朕宣布，从今日起，大钱不再向北莽纳贡，要打便打，我大钱奉陪到底。太子听旨。儿臣在。朕封你为军监处司空，即刻起量产此98K 98K 长枪。朕再封你为监军，监督部队训练使用。儿臣领旨。退朝。等等，太子还有何事？之前有人说，只要我造出了北莽满意的长枪，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我磕头认错。哥，之前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干嘛当真了？三儿啊，你就爬过来磕吧，我可是又签了生死状，又立了军令状。赵静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而且君无戏言，是吧，父皇？朕言而有信。陛下，愿赌服输。三皇子，你不会连这点毒品都输不起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96个，还差3个，我数着呢。好了吗？等等，你还没道歉。对不起。没用吗？听不见。对不起。等会儿，你又要干嘛？我还没用尚方宝鞭抽你的屁股呢。你有完没完？赵静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丞相，太子今日有功，让他闹。你等着。
这不得劲儿。我还是用这个吧。让开，我怕溅你一身血。三儿啊，把屁股撅起来。你快点啊！急什么？我在找一个最完美的挥杆脚肚。赵静，你今天确实很让我刮目相看。接下来作何打算？要不我们先吃个饭，约个会？没个正经。3天之后，北莽公主和北莽第一高手会来大前。你要是再这么吊儿郎当，被他们打死我可不管。是，林将军说的是。赵静，金乌珠实力早已步入宗师境，大前没有人打得过他，你死到临头了。我看是3弟史临到头了。年纪轻轻，下手如此歹毒，就不知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有句话叫今日之仇今日报，我赵静无报隔夜仇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林将军，你觉得我打得过那个金乌珠吗？金乌珠可是宗师境高手，一身虎啸龙吟金钟罩，刀枪不入，金刚不坏。你要是想正面对他，没戏。那加上我的98K 的，朝我开枪！这样不好吧？我这枪很猛的。你尽管来就是，我自信他无法伤我分毫。我尼玛！这个时代武功竟然这么厉害，竟然能硬接我98K 的子弹，看来哥还是得低调啊。你这枪适合远距离埋伏杀敌，近距离的话，看着你的枪口就可以看清他的诡计。大前的高手竟有如此眼力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金乌珠要比我强数10倍，更何况你这把枪完颜沟已经见过了，所以说你想赢的话，只能另寻他法了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宗师？天下第一暗器孔雀翎，此物变幻莫测，难以防御，但是早就失传了。那不等于白说吗？我爹见多识广，他一定知道。我们去看看吧。这么快就见家长了？林老将军在不在？张青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敢下药电我女儿！今天老子跟你没完！老将军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啊？青儿，救救我！是吧？啊！给我站住！爹，林老将军，慢点，爹！林老将军，老夫，你多年不理朝事，太子殿下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？我呀，是来提亲的。林老将军，我想找孔雀翎，您知道他的下落吗？爹，赵静找孔雀翎也是为了大钱，你看他今天在朝上的表现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我要不看他今天在朝堂上的表现，他连我林府的大门都进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林老将军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太子殿下声名远扬，报仇不隔夜，我可不敢。老头儿，你这是听墙根儿。爹，您当真不知道孔雀翎的下落？想找孔雀翎啊，太子殿下，怎么不来问问我呀？小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又想挨批评？我这不是听闻皇兄在找孔雀翎吗？当弟弟的，这不得帮你分担一下吗？看，孔雀翎图纸原来在你这儿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这个条件其实不难，你跪下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然后让我打一下你屁股，这个图纸我就给你。果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呢。我才让你磕99个，你让我磕100个？你磕不磕吧你？啊！大敌当前，你公报私仇？我公报私仇怎么了？你磕不磕吧？你不磕我撕了啊！我太子，国难当头，个人荣辱不必放在心上，大局为重，磕吧。哎，老头，你到底帮谁啊？我当然帮着大钱啦。赵静，要不然就当是为了大千百姓，
委屈一下。我委屈不了，我人设也不允许。要不弟弟你求求哥哥，哥哥就勉为其难的收下，大不了以后打你打轻点。废什么话？磕不磕？太子啊，周静，绝对不磕。你别后悔。快点嚼，他怎么给吃了？呀！没了孔雀翎，你就等着被金乌珠打死吧。走，打死吧你！如此不可教也！哎，我们大钱要完蛋了。静儿，你父亲好像不待见我呀。你觉得我爹会待见一个意图强暴未婚妻之人吗？要不是你今天在朝堂上的表现，他估计连见都不会见你。哎，话说，这孔雀翎到底有什么作用，能伤到你们这样的高手？你竟然不知道孔雀翎？孔雀翎乃天下第一暗器，传说只要轻轻一扇，便能万针齐发，不仅攻击范围广，而且杀伤力还极强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攻击范围广，杀伤力大就可以了？青青，你去给我找几样东西：硫磺、硝石、木炭和白糖。太子，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消失于火击燃，很危险的。你不是要过生日了吗？本宫给你做个烟花秀当礼物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今天这就去准备。快去！金乌珠，你就等着本宫给你的惊喜吧。成功了！1硫2硝3木炭，加点白糖，大1万。什么金钟罩铁布衫，就是装甲车来了也扛不住。青青，把那个给我。啊！殿下干什么？青青，你就等着你家殿下大杀四方吧！北莽公主和金乌珠到。倾城公主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前皇帝，你大前擅自毁约，拒不交枪，还故意杀我将士。我来当然是为了讨一个公道。明明是贵国使者主动示枪，何来故意杀害？哼！今日你们若是交不出长枪，我便让金乌珠去民间挑战，先杀尽大前民间高手，等大前民心尽失之际，便是你大前灭国之时。说的不错，嘿嘿嘿，好久没有杀你们大前的高手了，本座都忘了这两脚羊的滋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敢？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赶紧交出来切我们北莽的长枪，要不然本座就大开杀戒了。不可能，太子打造的长枪是我国重器，绝不售卖。那就别怪北莽30万大军踏平大秦。要不是太子造出如此强悍的武器，那我大前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。我早就说过，该把他交给北莽处置，缓和两国的关系。如此也好。若大前太子到北莽为质，此事便可接过。北莽公主，你就那么想要我？我的枪太硬，我怕你受不了。大胆，竟敢调戏我家公主！太子，如今北莽陈兵30万，若不平息其怒火，可知道其后果？这仗还没打呢，你们就先投降了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墙头草？大前本就示威，拿什么跟北莽打？有太子打造的长枪，我们未必打不过北莽。是啊，是啊。大前皇帝，你听好了，今日若不交出长枪，我便指挥北莽30万大军南下，踏平大秦。倾城公主，此事难道没有协商的余地吗？余地？好啊，你大前朝堂可以选出1人与金乌珠比试一场。若你们赢了，此事就作罢；若你们输了，你大前就赔偿北莽6000万两白银，割成14组。你大前皇帝亲自将太子送北莽为质，如何？大前鼠辈，谁敢与我一战？大前鼠辈，谁敢与我一战？这金乌珠怕不是已经到宗师巅峰，他离陆地神仙已经不远了，这恐怕已经非人了。赵静，要不是你，我大前何至于此？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
就主动前往北莽为质吧。小三儿啊，你要是那么关心大钱，你可以去北莽为质啊。若是能让大钱避免刀兵之祸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只可惜我不是太子。今日我就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太子。你别冲动，如果你输了，整个大钱的颜面都完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说不定咱们这个太子还真是个绝世高手。的确，区区一个金乌珠，我的确没放在眼里。夸你两句你还当真了？金乌珠钢筋铁骨，刀枪不入，你有什么本事与之一战？金乌珠一身铜皮铁骨，没有孔雀翎，你拿什么跟他打？我有98K 呀！你那枪伤不了金乌珠，你别去送死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实话告诉你，金乌珠的金钟罩已经圆满，任何兵器都难伤其身，包括你的枪。太子殿下还是做好去我北莽为质的准备吧。是吗？只是14城太无趣了，你敢不敢加注？这样，我要是输了，我大钱割地3000里，我跟你去北莽；你要是输了，就留在大钱，做我的暖床丫鬟，天天伺候我洗脚，如何？你们北莽敢不敢应战？3000里国土，太子殿下，我看你是被美色冲昏头脑了吧？赵静，你疯了不成？怎敢拿3000里国土做赌注？想让本公主给你当丫鬟，给你暖床，伺候你洗脚，你做梦吧！本宫已经拿命跟你们北莽高手比试，只是让你洗脚已经是留情。你不敢赌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滚蛋。赌就赌，不要以为你虚张声势就吓得了我。这3000里国土，我北莽笑纳。金兀术，在。领教一下太子殿下的能耐。是公主。此言差矣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陛下，还请您赶紧阻止太子，千万不能让我大钱的江山就这样白白断送在太子手上啊！朕相信太子。如果你们输掉了，我邀请大钱皇帝为我方勇士擂鼓祝贺。那如果你们输了呢？那我就亲自为太子殿下跳舞。好，众将为太子擂鼓。如此也好，只要赵静死在擂台上，这太子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太子绝不是金兀术的对手，还请陛下早做准备啊！父皇放心，此战儿臣有必胜的把握，必扬我大钱国威。赵姐，你赶紧下来！你在擂台上没有任何胜算。哼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勇气，那本座就让你选择自己的死法。少废话，施我一枪！完蛋了，太子完蛋了！这么厉害？太子殿下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别说伤到金兀术，你都难以近身，你还是乖乖的认输吧。我早就说了，你这枪伤不了金兀术的，根本不懂何为宗师强者。此战过后，我大钱不仅要面临巨额赔款，而且还要损失一位太子，真是颜面尽失。早听我的，投降多好啊！糟糕，果然大宗师高手的确不一样。大钱太子，你若只有这点能耐的话，那你可以去死了。好，哼。我若掏出此物，阁下如何应对？我若掏出此物，阁下如何应对？静儿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这暗器威力巨大，一击如山崩，你接得住吗？赵静，这么大，你管这玩意儿叫暗器？你傻呀你！你把暗器给拿出来，生怕敌人看不见啊！暗器本就是出其不意，将暗器做得这么大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提前告诉别人，真是愚不可及呀！金兀术，既然他不知死活，那就给本公主杀了这个大钱太子。是
公主，小子，既然你这么不知死活，那本座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残忍。本宫就是在玩火，别怪本宫没提前告诉你啊。这东西有点费命，你要是投降的话，趁早。别怪本宫没给你机会。大言不惭！如此小的子弹，本座都能接住，你的暗器如此巨大，就算不用刀，徒手也能接住。那你接好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么大的暗器，别说金乌珠了，就连我都能轻松接住。太子危险了！是啊！哎，怂了，这是要逃命吗？我是怕溅我一身血。就这，你们大钱的暗器就这啊！就这。这是什么武功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学武功？区区金乌珠，我弹指可破。这么厉害呀！厉害呀！北莽第一勇士就这么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哇，金乌珠被杀死了，太子正乃神人也。是啊，神呐！火箭同命惊天地，太子神威震四方。这到底什么暗器？为何我没见过？赢了！耶律公主，我赢了，记得愿赌服输哦。你卑鄙！你使用暗器，胜之不武。此言差矣，那东西危险，我早都告诉他了，是他自己非要用手接的，我能怎么办？对，太子殿下赢得堂堂正正，公主这是想抵赖？你们大钱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取胜，我绝不承认。这么说，耶律公主是想赖账了？我赖账又如何？好啊，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公主别怕，有人想赖账，我就是催债而已。你威胁我3000里国土，1寸都不能少。你不要过来！割地赔款的事情我无权做主，你放我回去，我再跟父王再商议一下。此事需要父王亲自定夺。赌不起就别赌啊，输了又不认账。北莽公主，我要食言。既不愿割地，又不愿赔款，实在不行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对我动手动脚，小心我父王把你阉了。哼，谁想要你了？我在想，你要不把北莽的军队解散，当我大钱的附属国？你做梦！地图我会让人送过来的。站住！你是本宫的丫鬟，想去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啊？是谁说的？要是我大钱赢了的话，他就亲自为我跳舞。跳就跳。官，给本宫记着，北莽公主为大钱太子打赢北莽第一高手，献舞。呵，殿下放心，要得。好了，看够了吗？你再跳，本宫都吐了。你想干嘛？收你当本宫的丫鬟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对我动手动脚，我父王一定会把你先阉后杀。你想当我的小妾，也看我未婚妻答不答应啊！而且总是威胁我要杀我的，你也不看看你北莽那个野爹有没有这个本事？你还真是狗啊！呸！你无耻！我父王一定会把你先阉后杀，再阉，再杀，再杀，再阉，再杀。陛下，太子杀了北莽第一勇士也就罢了，若是收其公主为奴，北莽必定发兵。到那时，我大钱危矣呀！那以丞相看，应该如何？臣建议，不如握手言和，先将耶律公主送回北莽，以求原谅。儿臣附议。若北莽不服，让他尽可来找本宫。记得，本宫有仇必报，绝不留隔夜仇。本宫有仇必报，绝不留隔夜仇。太子，武力只是威慑，从来不是最佳解决方式。狗急也会咬人，
万不可将人逼上绝路啊！陛下英明啊！你又想干嘛？给父皇一个面子，放你回去啊！不留我做丫鬟啦？父皇是他自己说的，留在这里给我当暖床洗脚丫鬟的。谁说要做你的丫鬟，做你的夫人的？我现在就回北莽。公主，下次再见哦。再也不见。没想到你真的能杀了金乌珠，倒是我小看你了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优点，只是你没发现。要不我们深入交流交流？赵静，我看你是蹬鼻子上脸了。哎呀，你不是吃醋了吧？你3岁小孩吗？你别！哎啊！传朕口谕：今夜皇宫设宴，为太子庆功。等等，是为我的大宝贝太子庆功！哈哈哈哈哈！回来，给我按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赵静那个废物能杀了金乌珠啊？确实有些蹊跷，为何赵静会突然性情大变？完全不像以前那个废物模样。赵静现在深受父皇喜爱，再这么下去，太子之位只会离我越来越远。一个废物太子，他能翻天不成？你说今天这个赵静，不仅能杀了金乌珠，而且又调戏了耶律倾城。你说这个北莽，他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丞相的意思是，那就再为这北莽加一把火。边去！大王，不好了！大前传来密报，我北莽第一高手金乌珠被人暗算，命丧大前。我倾城公主更是被大前侮辱，逼其当众跳舞。什么？大前更是以此要挟，向我们索孙千里国土，威胁倾城公主给赵静洗脚暖床啊！难怪公主回来以后总是闭门不出，原来受了此等羞辱。大王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！小小大前，竟然倒行逆施！真当我北莽30万大军是摆设吗？传本王令，即刻起，会师南下，王要御驾亲征，发达大前！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上朝你都敢迟到，你这是不把父皇放在眼里。无妨，太子，朕昨夜交代你的事情如何了？妥妥的。陛下，北莽昨日发兵30万，攻入北境，势如破竹，已连下7城，北境告急。什么？北莽出兵了，还是30万大军？陛下，这该如何应对呀？北境的守军远远不及北莽，如果不及时救援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呀！是啊，是啊，众爱卿可有办法？启禀陛下，北莽发兵攻打我大前，皆因太子斩杀了金乌珠，并羞辱了北莽公主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将太子交由北莽，方能平息他们的怒火。不错，若不是太子色欲熏心，非要调戏人家北莽公主，人家何故要打我们？这群狗东西，一群软骨头，一有机会就投敌卖国，迟早收拾你们。陛下，此事不妥，太子是国之根基，大前的颜面，万不可交给敌国。林将军此言差矣。赵静身为太子，在这种危急关头，难道不应该为国牺牲吗？丞相所言极是，祸是由太子一人闯出来的，理应太子一人承担。我想，太子应该不会逃避吧？一群未战先怯的软蛋，一个小小的北莽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，要是怂了，就赶紧滚蛋！我大前不养软骨之人。太子殿下，并非我等未战先怯，而是我大前根本敌不过北莽。若是非要开战，那我大前的百姓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皇兄何不舍身取义，牺牲你一人，救万民？我想，百姓
定会感恩于心。既然三殿下如此大义，怎么不自己舍生取义？为了大钱的江山社稷，我死又何惧？不过可惜，我不是太子，就算我有心报国，也师出无名。三儿啊，你能不能有点新意？这话我听的耳朵都快长茧子了。大钱自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牺牲太子的先例。是啊，是呀。这次北莽足足派兵30万，而我大钱举国上下也只不过仅只有10万，稍有不慎，那我大钱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我巍巍大钱什么时候怕了这些混账蛮夷？你说的轻巧。北莽30万铁骑蠢蠢欲动，这仗怎么打？你去打吗？我去就我去，你们怕北莽，我可不怕。笑话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？以前让你侥幸赢过2次，还是单打独斗，就靠着你那些稀奇古怪的兵器，这可是带兵打仗，你行吗？太子，你死了不要紧，可是让我大钱的将士为你陪葬，那你可是千古的罪人。识君禄，为君忧，马踏北莽饮狼血，何须马革裹尸还？你们怕，可我大钱的将士不怕。太子不怕，我们也不怕。太子为我大钱研究的兵器，无一不是国之利器，我们还能怕着北莽不成？是啊，是啊。陛下，臣愿随太子出征。臣愿追随太子出征。俺也一样。臣等愿随太子出征。太子，兵力悬殊，此战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把握。军中无戏言，赵敬，你吹到天上去了吗？那可是30万大军啊！太子打算领多少兵马？8。对面可是30万大军，你竟然敢在这说有10成的把握？800对30万，太子你还真不拿我大钱的将士当人看呢！赵敬，吹牛不是你这么吹的。静儿，你真有10成把握？父皇，儿臣没有10成的把握。我就知道你在吹牛。还好，这赵敬总算是听劝一回。儿臣现在有12成把握。你说什么？好，赵敬，你这是存心找死！陛下，臣突感身体不适，臣不能追随太子出征了。俺也一样。古有合肥战神张辽以800对10万，今有我大钱太子赵敬以800对30万，优势在我。父皇，此战将决定我大钱未来100年的国运，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儿臣定重振我大钱的赫赫威名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请父皇三思啊！请陛下三思。朕意已决，赵敬听令，朕今日封你为镇北将军，引庆儿为副将，出征北莽，务必仗兵抵寇。儿臣定不辱命。父皇他是疯了吗？居然相信赵敬800人能打败北莽！今日陛下确实有些异常，难不成是有什么杀招？太子，朕昨夜交代你的事情如何了？妥妥的。若真如此，咱们得让耶律红颜提前布防啊！若真让赵敬携800人大破北莽，挟攻而返，你我2人必死无疑。近日，御史大夫联名上书控诉，说你肆意开采，大兴土木，将我大钱近几10年积累的家底挥霍一空，朕是不是对你太过放纵了？父皇，儿臣是造了个大宝贝，花了些银钱罢了，但这些都是战争所需啊。什么东西要花费我大钱1甲子的积累？难不成比这98K 还要厉害不成？
此物名为夺命追魂巴雷特，一发入魂，千里之外定乾坤，取敌将首级，如同探囊取物。父皇，你看看，范闲和叶青梅同伙。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确实是神兵利器。单凭此物，要想对抗北莽30万铁骑，不够啊！父皇果然目光如炬啊！那父皇，再看此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凶猛，但若我大钱甲子底蕴，却只换来这2样宝物，朕可要治你的罪了。那父皇想要多少？若能有100架，不，50架。别说大钱甲子的税收，便是将先祖陵寝陪葬之物刨出来，朕也同意。父皇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关键是你拿得出来吗？这，今我北莽30万大军挥师南下，大前兵马粮草尚且不足，定忙于举国征兵。大前皇帝必将固守城池，不敢轻易出战。我均可趁此在北境先行劫掠一番。大王，大前密探来报，大前的部队已经出关了。什么？他们竟如此神速？他们有多少人？嗨，800人。800！大前皇帝跟我们闹着玩呢。他们主帅是谁？赵静。杀我北莽第一高手，入我倾城公主的赵静。正是他。好你个赵静！我正要抓你，你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传本王令，全军集结，本王御驾亲征。大王，密探还说让我们小心赵静。他有什么可防的？不就是那杆破枪吗？800杆长枪，能打得过我北莽30万雄兵？长枪再强，在大王30万铁骑之下，如若无误，大王定能踏平大前。杀我北莽第一高手，如我倾城公主，为了该死赵静，五马分尸。林将军，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800人呐，竟敢抵挡30万北莽大军啊！老夫再不来的话，北莽军就要长驱直入，直指京都了。慌什么？要不是我一个人操作不过来那些武器，800人我都嫌多了。你可恶的本事是有，但是打仗非同儿戏，你知道吧？稍有不慎就会亡国灭种啊！800打30万，老夫做梦想想罢了。哎呀，父亲放心，此次作战，女儿会一直在旁边督战的。太子，你不善领兵，军中之事还是要亲儿为主。放心，你们俩既然有婚约，届时军功同样会算在你头上。老丈人，这格局小了不是？我与林将军珠联璧合，区区北莽完全不在话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油嘴滑舌呢？啊！不对啊，你不是说领兵800人吗？我怎么没看见几个人呢？哦，对，我是领兵800，但我兵分8路，我先亲率100人，先行迎战。什么？你是说现在这儿只有区区100人呢？对啊，你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？800人还兵分8路，我真服了你了！老寿星上吊，你是不是活腻了你呀？这天底下哪有老丈人咒自己女婿的？青儿，赶紧跟爹回去啊！这小子疯了，我看他是想让你守活寡。此言差矣。差你奶奶个腿儿！800兵，说不定还能坚持到援军到来。但你兵分8路，
你是想我们输得不够快吗？报！启禀将军，耶律红颜带着主力正赶往此地，与此地距离30里。什么？30万大军呐、再加上北莽王御驾亲征，老夫就是再有威名，也扛不住啊！我这就去调集城内守军，府衙差役，一同上城迎敌。没用了。父亲，这仗还没打，你想弃城而逃吗？哎，老夫一世英名，怕是要葬送于此了。青儿，你赶快回城，召集城内百姓，共同御敌。另外，把飞龙城所有的囚犯都给我放了。老夫来之前，已经派副将去调北境守军，只要援军一到，就可以前后夹击北莽军了。是。等等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不用担忧，北莽胆敢踏入我大前半步，就算是北莽王来了，老子一枪给他崩了。我承认你的枪很厉害，但是这是两军打仗，800人怎么打30万呢？大前太子赵敬可在飞龙城？他们城里有多少人？赵敬就在此城，未查明，仅有100人。100人？哎，他不是领兵800吗？怎么才100人？赵庆那个白痴，将800人兵分8路，自己却带个娘们儿和100人马亲自守城。他这是看不起我。等本王去了大前太子首级，再把那什么女将军抓回北莽，做本王的小妾。传本王令，全军集结，拿下飞龙城。我并不将城门开，与君千里来相迎。我是那你这唱哪出呢？此计名为空城计。姐儿，来，干嘛？这衣服太热了，帮我扇扇吧。胡闹！北莽铁骑骁勇善战，北莽王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对啊，现在我们城内就100人，你还要打开城门？北莽大军只要一轮冲锋，不仅城破，就连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太子也会沦为阶下囚啊！呵呵，老丈人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这打仗打的就是心理战。我越是不设防，北莽就越会觉得这里面有诈。我要信你的话，老母猪都会上树。赵敬，我爹说的不无道理，任何计谋在绝对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我劝你现在关闭城门还来得及。完了，他们来了，你们就等着在这扇扇风，看看戏就好了。诸位远道而来，本宫已经准备好了茶水和糕点，请大胆放心的进城享用吧。老王，赵敬那小子一向奸诈，此次城门大开，恐怕有诈呀。赵敬，你可敢出城与本王一战？北莽王，我城门大开，尔等却止步不前，怎么还等本宫下去迎接你们吗？无耻小儿，现在投降，本王还能保你全尸。要投降还要死，那本宫也给你一个选择，当场自裁。本宫也给北莽一个投降的机会。耶律红颜，这里是我大前的北境，如果你们再不退去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就你们那点人马，如何抵挡我北莽30万大军？本太子一身王霸，不是霸王之气，区区30万大军，弹指可破。大王，小心呐，不要上当。耶律老贼，要不然你把耶律公主给本宫送过来吧，当我的暖床洗脚丫鬟，本宫就可以放你一马。哎，闭嘴！你嘴怎么这么贱呢？激怒他可怎么办？我还可以更贱。耶律老儿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是男人的话，就进城与我一战；如若不敢，就穿上这妇人的衣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是怯懦妇人，本宫便可饶你一命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大王，三思啊！耶律老贼，你真是个懦夫！给句痛快话，投降不投降？你这样连我都想揍你，
士可杀不可辱，你这样羞辱他，只会激怒他的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把我供来！小心！好强的臂力！耶律老贼，我本想放你一马，居然搞偷袭，本宫一定要你狗命，谁也拦不住！我说的。我对你忍无可忍了。老夫作为大前军部之首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大前百姓的性命当儿戏啊！晴儿，关闭城门，准备迎敌。慌什么？有此物在，他们进不来。赵静，这又是何物？此物名为众生平等加特林，六管齐发，以息3600转，定叫他们北莽大军有来无回。别吹了啊！老夫掌管大前军部数十年，从未听说过世间有这种东西。如果你用这铁疙瘩打败北莽30万大军，我把脑袋割下来，给你当夜壶。别啊，林将军可是会杀了我的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待会儿北莽进军，我会率军掩护你，你趁机从西城撤退。这仗都没打，你们怎么都总觉得我会输呢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大前太子绝对不能死在这儿。太子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哦。只要你戒骄戒躁，以后定能成为大前的一代明君。一会儿你一路往西，碰到我的副将之后，再率军回来，说不定我们的飞龙城啊还有一线希望。哎，得，你们不信啊？那我只有证明给你们看了。耶律老儿，城门已开，你到底敢不敢进来？如若不敢，就夹着你的尾巴滚回你的狗窝吧！欺人太甚！传本王令，全军出击！生擒赵敬者，上千金，风马虎吼！大王，小心有诈！诈你妈！他们把我骂成这样，我还不敢上，还算不算男人？再说他们如何抵挡住我30万铁骑？二郎们，给本王冲！大平大铁，收杀抢掠，屠城3日！快跑！跑什么跑？来得好！看我众生平等加特林！孩儿们，火力支援！入门！厉害呀！入打！来吧！高庆，这是什么陷阱？大王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今天一定要杀了这小子！大王，再不撤就全军覆没了。你们往等着，望早晚踏平大前！传令，回兵！回兵！就这，跑什么？不是要杀了本太子吗？敌军跑了，赶紧乘胜追击呀！哎，好女婿，给我试一试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你不是看不起我这加特林吗？现在想玩了？不给。老夫孤陋寡闻，要不然我给你磕一个。哎，可别，林将军可会杀了我。给你吧。哎，啊，北莽小儿，尝尝老夫的厉害啊！好过瘾，哎呀，收复失地，建功立业，就在今日。可是他们已经跑远了，追不上了。将军，势力如何？百步穿杨。试试这个。从这儿看到那儿。太子啊，这又是何物啊？不瞒你说，老夫号称大前第一神射手啊！哎，你差不多得了，这可是给我老婆准备的。那那边的耶律老贼没射他。
大王，好枪法呀！老夫素来认为北莽铁骑骁勇善战，今日一看，不过如此嘛。可是北莽其他残部怎么办？如果不铲除他们，以后必定成为大秦的心腹大患。别急，我已经派了7路人马，分别去了对应的位置。各队报告位置。1队到达位置，2队到达位置，3队到达位置。好，北莽现在军心已散，我军士气正盛，此时不灭北莽，更待何时？开炮！开炮！开炮！陛下，前线来报，太子率800士兵，一举将北莽30万大军击溃。林将军使用夺命追魂巴雷特，在5里之外一枪将北莽王耶律红颜击杀。太子更是提前在各路方位设伏，使用长城炮，重创北莽残兵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子用兵如神，老臣悔没有追随太子出征，没有亲眼见证如此酣畅大胜。是啊，是啊。昔日北莽30万军南下，众位爱卿皆未战先怯，劝朕将太子交予北莽，换一息安寝。若朕将太子交予北莽，后日又如何安寝？只有太子请命出战，愿率800士卒迎战北莽。今日之大胜，众爱卿有何感言？陛下英明啊！恕臣眼拙，短视之见，愧对皇恩呐！太子殿下英勇出征，以弱胜强，今日大胜，乃我国之大幸啊！今观太子之勇，使天下非不战而安，非屈膝而宁。太子勇气与胆识，皆为臣等楷模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丞相又有何高见呢？回陛下，今日太子出击，大败北莽军，实乃我大前之幸。臣等皆当自省，筹备大宴，为太子好好庆贺。你知道吗？北莽王有30万大军，30万呢！他赵境800人给打败了。就是30万只蚂蚁，你放在那儿，你让赵境去踩，他也要踩上几天吧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殿下莫慌，这赵境恃才而傲，800人马，兵分8路，老夫早在其中2路安插眼线，明日朝堂上可有戏看了。奇耻大辱！我北莽30万大军横扫边关，所向披靡，竟被赵境那小子打得落花流水。启禀将军，北莽30万大军，只有我部突出重围。什么？只剩我们了？大王已战死沙场，公主惨遭俘虏，各部纷纷投降大前。赵境竟有如此本事！王夷陨落，各部首领皆降，国不可一日无主啊！将军，我军在转进之时，遇见大秦丞相派过来的队伍，给我们送来了数十箱大钱辎重，里面装着大秦各型号枪炮及设计图纸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大秦还在内斗，真是天不绝我北莽！传我军令，命工匠速速仿制武器，挑选精锐兵士，操练大秦的兵器。遵命。赵境，我要将这屈辱100倍奉还，不报此仇，我誓不为人。报！启禀陛下，北境大捷，太子数日之后将班师回朝。自从太子执掌军监处之后，便研发出了各种利器，乃我大前之幸啊！是啊，是啊，陛下圣明天下无双，
又诞下天之骄子，我大前何愁不兴啊？太子为国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应该好好犒赏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传朕旨意，太子凯旋之日，应举城相迎，高奏凯乐，朕要犒赏三军。陛下圣明。父皇且慢，启禀父皇，太子骄奢淫逸，目中无人，儿臣认为此次与北莽一战，太子是只报喜，没有报忧啊。哦，陛下，太子此次率兵800人，并未全歼北莽大军，此举无疑是放虎归山。丞相，太子率800士兵对战北莽30万大军，已是酣畅大胜，何必追求完美？是啊，是啊。据老臣收到的密报，北莽大军已缴获大前数10箱辎重，其中就有我大前研制的各种枪支以及设计图纸。什么？等他们卷土重来，那我大前该如何是好啊？大前的枪炮与图纸竟然被截获！太子殿下，怎会如此的不慎啊？北莽可是我大前头号大敌，枪炮与图纸落入北莽手中，岂不将我大前陷入危难？大前800兵卒如何抵得过北莽数10万大军？此战我大前必败，百姓又将陷入水火。陛下！陛下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陛下！陛下！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快！启禀太子，卑职追击北莽残党时，意外抓获北莽公主耶律倾城。我原本都送你回去了，没想到你自己又跑回来了。怎么，对当本宫的暖床洗脚丫鬟这么感兴趣？赵景，你要是个爷们，你就杀了我。杀了你干嘛？有你在身边，日夜提醒你，你的国家是败在我手中，这不是更有趣？你无耻！带下去。是。只要有本宫在一天，北莽休想侵犯我大前疆土一寸，伤我百姓一毫。倩儿，有没有感觉我刚才说的那话特别帅？本太子风流倜傥，有没有感觉被我征服到？去死！娘子，我错了，我刚才是在练习如何用一句话征服群臣。好，喜欢征服是吧？喜欢征服是吧？你管谁叫娘子啊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战争结束，就明媒正娶你。谁要跟你结婚？谁要跟你结婚？我不要跟你结婚了吗？报！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在清点武器装备时，发现数10箱枪炮不翼而飞，2座战俘营关押的战俘被人偷偷释放了。什么？枪炮丢了，不如跑了。如此一来，上次溃败的完颜构必将重整旗鼓，再犯大前呐！辎重丢了，那我们其他武器装备呢？也一并丢失了。啊！完了！北莽大军本就强大，现在有了我们精良武器，更是如虎添翼呀！此事定有蹊跷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大前军中竟有叛徒！太子殿下，朝廷颁布金牌，命殿下即刻班师回朝，不得有误。请太子即刻整军收兵，速速启程。父皇让我退兵？是。殿下，敌人已经逼近了，我们的枪炮还在他们手里，要不我们回去再商量？我也同意撤军。本就强大的北莽军，现在有了我们的先进武器锦上添花，区区100人，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你们听过岳飞的故事吗？国家沦陷，英雄含恨的，赵景
绝不可能重蹈覆辙。这兵，我绝不退。殿下，短短3日，朝廷已经连发了11道金牌，令我们回去。如果我们再抗旨，恐怕……太子，你做的已经足够了。现在形势对我军的确不利，我们不如先回去重整兵马，伺机再与北莽军决战。可是此地未安，我不能弃民于不顾啊！三皇子到，皇兄啊，朝廷已经收回了你的兵权，现命我为监军，接替你指挥，还请太子殿下立刻退兵，班师回朝。赵敬，我在跟你说话，我以监军的身份命你班师回朝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命令我？金牌令箭在此，是朝廷在命令你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这是要抗旨吗？抗旨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你再敢扰乱军心，立斩不赦！赵敬，你这是在外面久了，翅膀硬了。你现在没了兵权，只是固守一隅之地的废将。你要是真敢抗旨，休怪我不顾兄弟情谊。哼，好一个兄弟情谊！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没想到还有人在背后捅刀子，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成？林将军，难不成你也要抗旨？你前线将士拼死杀敌，有些人还在背后算计着怎么拖我们的后腿。我抗旨又如何？倩儿，你疯了！你真的要陪这个废物太子一起去送死吗？他不是废物，能和太子一起战斗是我的荣幸。无论是刀山火海，我都愿意陪你一起面对。能和太子死在一起，是我的荣幸。什么死不死的？一群残兵败将，想杀我，他还没那个资格。倒是你，如实交代，朝中到底发生如何变故？是谁下旨命我回朝？以父皇的性格，定不会无缘无故命我班师回朝。哼，你还有脸问？朝中的祸事皆是因你而起。大前的枪炮图纸被北莽缴获，父皇听了消息之后是痛心疾首。急火攻心之下，竟当庭晕了过去。现在仍卧病在床。朝中的大小事务，只能由丞相代理。我是朝廷委派的监军，职权在你之上。你委派的8路兵马，现在7路已经奉旨回朝。你身边不过110来号人，这仗你怎么打？原来是丞相那个老东西。等我灭了北莽，再回去第一个拿他祭旗。圣上卧病在床，朝政尽落奸臣之手，12道金牌催我回朝，北莽陈兵虎视眈眈。今日我赵敬能倚仗的只有在场的诸位，虽敌众我广，然勇者不惧强敌。诸位，谁愿与我一起誓死捍卫大前江山，至死不退？我林沁儿誓死追随太子殿下。老夫愿追随太子，我等愿追随太子殿下。在我们身后是万千百姓，是大前的土地，是你们的家园。作为大前的子民，绝不允许敌人践踏我们的家园。斗酒！诸君，敬太子！敬太子！干！今日我赵敬发誓，必要带大家将北莽贼军逐出大前，青史留名。上！大王，人马枪炮已全数清点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赵钦，你杀我北莽使者，灭我北莽高手，辱我北莽公主，暗害我北莽王，每桩桩每件件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今天就要你血债血偿！传本王令，全军出击，不留瓦砾，踏平大前！
殿下，完颜构举兵南下，距离此地不足5里。静儿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能带我们创造奇迹。太子啊，你还要打仗吗？此前老夫就支持你，是因为看不惯三皇子。打仗绝不是逞一时之勇啊！北莽军现在有枪有炮，我们区区100人，拿什么和他打？本宫有秘密武器，这就是我说的秘密武器。什么样的秘密武器能够抵挡10万大军呢？而且是全副武装的北莽骑兵。太子，有时候适当的服软也是明智之举啊。服软？服软的话，我要他做什么？节目，节目。这是何物啊？此乃真正的陆地之王——钢铁洪流。加特林和巴雷特在他面前就是萤火与之皓月。这就是你说的秘密武器？你要用这个铁疙瘩打北莽军呐？不错，我要让完颜小儿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陆地之王。荒唐！这个铁疙瘩看上去很瘆人，想来足够坚硬，但是它再坚硬，能扛得住你造出的子弹吗？是啊，太子，此物繁重笨拙，在战场上简直就是活靶子。此物恐怕连太子的一发火箭筒都挡不住吧？我倒是觉得，太子有本事把它拿出来，必定是胸有成竹。还是我老婆眼光好。走，我带你们见识见识。你确定他们只有100人，而且从未出过军帐？禀大王，属下已打探清楚，千真万确。好，赵静，那就让你尝尝自己大炮的威力。大王，大前没有反击。传本王军令，一派事后去探明敌情，率其他部队将大前军营统统围住。是。三殿下，太子违抗圣命，坚持进军，我们难道不管？为何要管？丞相好不容易才把枪炮设计图交给北莽，不就是为了借北莽之手除掉太子吗？妙啊！双方实力悬殊，太子此战必死无疑。到时候太子之位就是殿下的囊中之物了。咱们就在这儿好好看戏吧。此乃何物？何方妖孽，还不现出原形！现原形，现原形！现原形，现原形！现身！此物明明笨重不堪，为什么移动的速度如此快啊？可能它织的饲料比较贵吧。这倒也是，就是这下面有点太挤了。经费不够，只能这么大点儿，咱们将就讲究吧。马上到了。是。太子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去灭了北莽那群宵小啊！我们就100人和这几个铁疙瘩，你干嘛呢？嗨，何况我年纪不小了，我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呢。呸！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带你去取千秋功业，你就等着名垂青史就得了。你要是让人活捉了呢？到时北莽必将士气大振，到时候大前就完了。晴儿，你劝劝他呀。父亲，我相信他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应该排兵布阵，商量对策嘛。一群土鸡瓦狗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？对面可是10万大军，枪炮无数。父亲说的对，要不我们还是停下来埋伏他们吧。
安了，我大军所到之处，保证他们片甲不留。传我命令，赶速前进！这是什么？太子啊，对方可是数万杆枪啊！这一轮扫射下来，我怕被打成筛子呀！安啦，小场面。完颜公，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投降或是死！小子，本王有10万铁骑，枪炮在手，你让我投降？你脑子有病吧？现在本王也给你一次机会，束手就擒，跪地求饶。本王可以不杀你，要不然等我攻破大前，定让你屠城灭国！就你还攻破大前，还屠城，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脸？对方兵多将广，兵强马壮，你何苦激怒他呢？父亲，你不是怕说什么呢？你爹我打过的仗，比你见过的男人都多。我是怕这枪子打身上疼，我顶不住。老丈人，你别怕，那枪子是我设计的，一击毙命，不会给你疼的时间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开玩笑？我这不是看老丈人紧张，我缓解一下气氛嘛，对不对？赵晋骑的那铁疙瘩是什么？你管他是谁？北莽的实力早就今非昔比，赵晋不会是他们的对手。咱们就准备好给太子爷收尸吧。我还要感谢你，有了这些枪支弹炮，我北莽迟早统一天下，我就是未来的王。就你都出不去，还统一个屁的天下！我身后10万大军，杀不了你这区区100人。老子坦克都开出来了，你要是能跑得了，老子死才算了。就凭这几个铁疙瘩，想阻挡我？铁疙瘩，一会儿他得让你叫爸爸。既然你想死，本王就成全你。今日斩下大前太子头颅者，赏黄金1万两。儿郎们，给我冲！踏云大前，踏云大前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赵晋，你快想办法呀！全体都有，开炮！跑什么跑？不许跑！不许撤退！枉为勇士！太子啊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老丈人知道什么叫做秘密武器了吧？哎呀，没想到这个铁疙瘩这么厉害啊！啊！北莽大军全面溃败了。老夫我有1两的话，也能成为一代名将啊！这就是你新研究出来的陆地之王吗？太恐怖了，轻而易举的就把北莽大军打败了。完颜公，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投不投降？投降的话，我给你赐名姓赵，叫赵构。赵卿，本王跟你血拼到底！大王，敌军火力太猛了，我们必须撤退啊！撤什么撤？我还没有输，亲手砍下赵晋的头颅。勇士们，走冲！枪！不服是吧？本宫就打到你服。赵晋，让我来。好。北莽竟然输了，陛下是怪物吧？不好，绝不能让完颜构落入赵晋的手里。跟我走。慢点。哎，来。起来吧，完颜公，你服不服？北莽不服！
不服的话，起来再打一场啊！我打你妈！啊！殿下，女婿，星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赵庆，没想到你还有今天，你造的枪还挺好使。本宫造的枪当然好使。诈尸了！不可能，正常人没人能扛住一枪。此甲名为金刚不坏防弹衣，虽其貌似长衣，但可以抵御锋利兵器与枪炮攻击。完颜构，你败了！有本事杀了本王！完颜构，你当初偷我枪炮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现在是如此下场？我是北莽的勇士，怎么可能会败？怎么处理？押回京城，严监示众。赵靖，北莽作恶多端，你把完颜构交给我，让我押送回京，交由父皇发落。滚一边去！打仗的时候你不在，这会儿抓人，你来抢功劳来了？你滚蛋！再不滚，我拿坦克轰你了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！赵庆，有本事就杀了本王！就算现在我死了，我北莽依旧会卷土重来。那又如何？你北莽30万大军我都不怕，还会怕你这些残兵败将？来人呐，把完颜构给我押回去！本宫信不如命，已率800将士大败北莽30万大军，只要本宫在一天，北莽就休想侵犯我大前疆土一寸，伤我百姓一毫。臣随太子出征，成功击退北莽大军，活捉完颜构，收复北境失地。诸位，我大获全胜，荣耀归来，怎的？见到我就像见到鬼一样，一个个都不说话，装哑巴。来人呐！在！你们想干嘛？赵靖，你大逆不道，通敌叛国，你可知罪？大军凯旋，3军有功，我有何罪？赵靖，若非我安插眼线，至今为止，我们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。你整军不严，防范松懈，令我大前的枪炮外泄，流那北莽之手，国之大忌。如若此事不尽快查明，恐后患无穷。我颁发12道金牌，令你回朝，好好配合调查此事。可你拒不回朝，还在阵前辱骂监军，藐视圣威，其心当诛。丢失一枪一炮本就是重罪。太子，你怎么把图纸也丢？你是何居心啊？我知道，你是想养寇自重，好继续掌握兵权。太子的反击已现，还请丞相立刻下令将其打入天牢，严厉查办。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身为大前的太子，为国出征，枪炮被北莽所获，是为我军中奸细所为，为何是我一人之责？北莽大军压境，丞相发12道金牌令我回朝，不查缘由，先诬我清白。丞相是否也有所图啊？在阵前，我未曾辱骂监军，只是驳回了不合理的命令，以保士气。至于藐视圣威，此言更是诧异。我赵靖为大前肝脑涂地，又岂会有养寇自重之心？今日之事，若是为国，应当严查内奸，而非借机铲除异己。我就是要铲除异己了，怎么着？打我呀！你任你巧舌如簧，也休想蒙蔽了我们。说得好，太子殿下通敌叛国，先将赵靖打入天牢，废除其太子之位。丞相，您怎能如此断罪？太子的清白，臣愿以性命担保。林将军，你此番为他辩护，是想与太子一同被打入天牢吗？关就关，你处事不公，待陛下归朝，我定参你一本。你没这个机会了。来人啊，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！如有反抗，就地格杀！你们这是要不教而诛了？是又如何？皇帝不在，我就是大前的天，你又能奈我何？
我才是大前天。皇上驾到！好你个张云挺，你就是这样替朕代行朝政的？丞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我帮你瞧瞧。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赵静，休在老夫面前装腔作势，老夫还不需要你加关心。若非静儿密报，朕还蒙在鼓里。今日朕亲临大殿，正是要明察秋毫，看看朝中风声鹤唳，是谁在背后作梗，通敌叛国？丞相，我有一事相问。我乡中枪炮设计图纸乃是绝密，我从未跟任何人说过，就连林将军也不曾得知。你是如何知晓？军中人多眼杂，老夫人脉通达，就算知道此事，又有何难呢？哦，丞相果然手眼通天，佩服佩服。我在军监处亲手装的图纸，亲手贴的封条，未曾与任何外人提及。你是如何知晓？我领兵800，兵分8路，麾下不过100余人，何来人多，何来眼杂呢？我部将士只向我报告了枪炮丢失，从未提及图纸。莫非是丞相派人窃取？谋私封条，窃取机密，又将此事报与丞相。赵静，你敢污蔑丞相！我问丞相，与你何干？难不成这事儿也有你份儿？就便听你说话。给你5分钟，把事说清楚。疆内之物，乃是我大前最高机密。丞相，你说说吧，你人脉通达，这消息从何而来啊？这消息从何得来？你想让我猜啊？难道是完颜购？父皇，丞相一心为了大前，一生忠于大前。这么多年来，丞相没有一丝懈怠啊！丞相他日夜筹谋，耗尽了心血，这都是为了我大前的兴盛与安宁啊！日夜筹谋，耗尽心血，你俩一门心思想打压我，请父皇废除我。你口口声声说丞相一心为了大前，但面对北莽的霸行，你柔弱无骨，一再劝父皇退让，割地赔款，将我献于北莽。北莽大军压境，你们12道金牌命我回朝，你俩究竟忠于的是大前还是北莽？你俩爱的是哪个国？别离我这么近！你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。陛下，看来老臣今天只有明言了。老臣每次建议，无不是对我大前江山和平稳固的深思熟虑呀。割地赔款看似屈辱，实则是深谋远虑。我大前今日战乱纷纷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国家急需休养生息，而你太子年轻气盛，却想与北莽一较高下。但你可曾想过，战争一旦爆发，那我大前的百姓将承受何等结果呀？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，太子，你为了你的英雄梦，这一切值得吗？反抗是最容易的，但真正的勇气是要知道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该做出如何艰难的抉择呀！陛下，老臣不是背叛，老臣是对我大前最深的忠诚啊！我原以为你是我大前的丞相，此次定有高论，没想到也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。丞相所言，表面上是爱国爱民，实则是以国家安危为借口，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。休在这儿胡言乱语，妄言这天下大事！闭嘴！无耻老贼！你口口声声说割地赔款是为了避免战争，但请问，这样的和平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？是将我们的百姓和土地献与北莽做交换，
这样的和平是用屈辱换来一时的安稳。敌人的胃口一旦被满足，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。朝堂之事，岂是你这种黄口小儿所能妄加评论的？哼，在场的诸位，我大钱要的不是一时的安逸，而是真正的和平和尊严。无耻老贼，你一生未立寸功，只会摇舌鼓唇，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。届时你有何脸面去面对我大钱的历代先帝？断脊之拳，还敢在我面前吟吟狂吠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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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丞相被气死了！父皇，太子言辞过于粗俗，实非治国安邦之道啊！丞相虽有过，但亦是国之栋梁啊！太子却未逞口舌之快，当堂气死丞相，这实属我大钱之不幸，天下之不幸啊！赵成，三皇哥，我忍你的发型很久了。你干什么？赵成，你通敌叛国，勾结外邦，该当何罪？血口喷人！对大钱、对父皇那是忠心耿耿，岂容你在这诽谤？三皇子忧国忧民，为了大钱更是呕心沥血，怎么可能会通敌呢？太子，你这刚刚才气死丞相，就陷害手足，我看你才是帮残祸心。父皇，太子他无凭无据，像这种心狠手辣的人根本不配做太子。你要证据？好，那本宫就给你证据。陛下，这是我们在完颜构身上找到的，是三皇子、战士和他们的来往书信，以及身份玉佩，请陛下过目。什么？难怪三皇子和丞相知道完颜构获得图纸一事，还颁了12道金牌，命太子回朝。哼，我没有。三殿下，枉你身为皇子，通敌叛国，出卖同胞。是啊，是啊，混账东西！父皇，那是假的呀！父皇，那是赵庆联合北莽来陷害儿臣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身份玉佩都在我这儿，你还想狡辩什么呀？父皇，儿臣的身份玉佩前几日丢失了，原来是被他们偷了去。丢玉佩都能丢到北莽去？三弟，你这借口找的也太拙劣了吧！陛下，三皇子通敌叛国，坑害我无数大钱军民，证据确凿，罪恶滔天。如果不严惩，恐怕会寒了大钱百姓的心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请陛下严惩三皇子。我没有。来人，三皇子赵成欺君罔上，通敌叛国，即日起免去赵成一切官职，打入监牢。我为北莽流过血，我为大清立过功啊！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父皇，我发心乱了，父皇，父皇让他们别打脸啊！你总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。静儿，你之前跟朕说想在凯旋之后成家，朕答应你大圣归来，亲自为你主持婚礼。如今你出征大胜北莽，又回朝铲除奸佞，你打算何时成婚呢？这些事我们私下再议吧。父皇，能否将耶律倾城赏赐给我？哦，你对他有意思？好你个赵将，你我的婚约还没有解除，就看上他了？我呸！儿臣只是想兑现当初的赌约，让她做我的暖床洗脚丫鬟。哦，不对，做我夫人的暖床洗脚丫鬟。那咱俩这婚也别结了，你跟他过去吧。怎么生气了？父皇，儿臣先告退。快去，快去！青儿，青儿，等等我啊！青儿，青儿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完婚后，我保证只对你一个人好。谁要嫁给你？像我这样英俊潇洒的男人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气质有气质。想嫁给我的人多了去了。赵静，像她这样自视清高的女人，别理她，她不嫁我嫁。
你要脸吗？认清好你丫鬟的身份。你是正房，她只是妾。哼，能不能娶她，不还得看你同不同意吗？你要是不同意，她就还是洗脚丫鬟。真的？嗯。哼，男人。朕思太子赵敬德才兼备，为大前立下汗马功劳。今次太子监国之职，辅朕治理天下。朕将亲主太子婚礼，筹备国宴，礼待万邦，以昭大前之盛。青儿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你还叫我倩儿？对不起，娘子。大人，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儿。贵妃娘娘，三皇子之事实非小事，现今求于天牢，朝中多有耳目，圣上已极重视此事，要救三皇子绝非易事。普通之计恐难以奏效，一旦失败，不仅是三皇子，连贵妃您也难辞其咎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若真要救出三皇子，不无一计。此计虽险，却能成就大事，但可能动摇国本。娘娘若决定行此大计，老臣愿尽绵薄之力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昔日主持外事，今因事下狱。北越、南越、东瀛等国组成8国联军，携战书至，逼迫我大前释放三皇子，否则将兴师问罪，侵犯我大前疆域。此等挑衅不可容忍。今特令镇北将军赵敬与林将军即刻领兵出发，征讨8国联军，守护国门，稳固边疆。钦此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来啊！你们全部都一起上啊！我让你知道，犯我大前者，虽远必诛。